生成大山里的一条白蛇。为了适应山林中残酷的生存环境，我只好用兽形压制游戏，每天不是抓麻雀偷鸟蛋，就是抓着兔子打拳击。终于在50年后顺利成为了一方霸主。可我也变得无情冷血，渐渐淡忘了前世记忆。直到这天，山里一个采药人落水，残存的那点人性推了我一把，把他救上来送到山下。本以为此事就这么完了，可没想到2天半后，这家伙又来到了我面前。他先是拿出几个熟鸡蛋，然后对着我磕头拜了又拜，感谢救命之恩，否则我的妻儿都会活不下去的。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蛇神允许我在这片山里采药。闻言我有些无语，觉得他贪心不足，干脆扭身就走。可这采药人见我没咬他，就当我是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这山里的常客。我每天盘在大树上头，看着他采草药种小苗，一点点弄出个小药园来。偶尔我俩碰上，他还大大咧咧地坐下，絮絮叨叨说最近采的药多了，家里能吃饱饭了，一定要好好谢我之类的话。后来我被他念叨的受不了，只好天天躲着他走。就这么过了半年，采药人种下的小苗都长成了，他每天采的药越来越多，到底让村里人眼红了。这天我照旧吞云吐雾，练完功忽然感觉到药园里多了3个热乎乎的人影，我一下子火了，以为是采药人私自带了人来，真把这当他家后院了，气冲冲的就朝山下窜去。可刚到药园外边，就看见采药人嘴角带血趴在地上，两手死死抱住一个老乡的腿。这是我的药，你们不能拿。那是个干瘦的男人，一听这话，踹得更用力了。你的？这山是你家的啊？这是咱们的地盘。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来偷药！另外2个人在一边看热闹，伸手就要去拔那些药草。采药人一看，只好松开瘦子的腿，张开胳膊护住那2颗最值钱的药，任他们3个怎么打都不肯退开。看到这我有点纳闷，就为这几颗普通的药，至于动手吗？正琢磨要不要做点什么，却看见那瘦子气得脸通红，青筋都爆出来了，猛地抽出砍柴用的刀，朝着采药人的后背就劈了下去。柴刀很沉不算快，可还是在采药人身上砍了个口子。另外2个人吓呆了，他们就是普通山里人，从没想过要杀同乡。怕啥？这就咱们几个，谁知道你俩到底动不动手？他想把2人也拉下水，可半天没人应声。等他习惯性的回头，脖子突然一紧，像被什么掐住了似的。接着一阵剧痛，蛇毒顺着脖子进了他身子，就算有仙丹也就不成。松开瘦子后，我昂起头看向另外2个人，他们早已吓得魂都没了，连滚带爬的逃了。我没去追，也没什么愧疚。20年如毛饮血的日子，早把我那点人性磨没了。采药人惊恐地望着我，也许到现在他才想起来，眼前这条白蛇是猛兽。等我把那男人的尸体扔进蚁穴，再回到药园时，意外地发现采药人话变少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看我的眼神里多了种害怕，到后来干脆不再说话。天渐渐凉了，采药人等药都熟透挖走之后就没再回来，他的小药园慢慢荒了，我也回到了原来的日子，只是每天更勤快的修炼。到了第2年，采药人来过一次，但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走了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外边早就传疯了，都说山里有条大白蛇成精了，甚至传闻我头上长机关，专爱吃人，弄得这片山林再没人敢进来。就这么又过了10年，我的身体更强壮了。这天我忽然感觉到一个人影进了山，是那个采药人来了，他还像10年前那样拜了又拜。10年光阴让这个当年拼死进山采药的汉子变得越发苍老，那佝偻的身子怕是再也爬不了山崖了。10年了，没想到风干还能见到你。我抬起头看着这个不再啰嗦的老头，眼里闪过一丝说不清的情绪。我呀，成了没用的老骨头，不能给家里挣钱，还得靠儿子儿媳养着。老伴儿前年春天走了，天旱没吃的，他不听劝，吃了观音土，只撑了7天。他是想把粮食省给孩子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头一回没觉得他啰嗦。这个辛苦一辈子养家糊口的老汉，到底没能让家里富起来。他不明白为啥，但我清楚，在这阶级早就定死又乱糟糟的年月，大多数人想过上好日子太难了。下午采药人走了，他日子不长了。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将死的气味，也许他会觉得高兴，死后能去见老伴，还能给儿子加省口粮。但我却有了一种急迫感，死的滋味不好受，我不想再死一次。就这样，山里一条白蛇因为怕死，开始拼命吸收天地间的灵气，直到又过了几年，我碰上了一件怪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总有大蛇往我的地盘里钻，就算我仗着个头大，粗鲁的把他们丢出去，可第2天准有另一条跑来，弄得我烦不胜烦，也没法修炼。最后实在没辙了，就想着去瞧瞧人间的古代是啥样。可没想到又一次亲眼看见了生离死别。2天后，我溜达到一个村子旁边的树林里，这村子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穷。山坡下一片破茅草屋，小溪边有些稻田，瘦巴巴的黄狗跑过田埂，连老鼠都见不着几只。我本打算随便看看就回深山，哪知道临走前认识了个小女娃，女娃6、7岁，扎着羊角辫，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裙，蹦蹦跳跳来后山捉蝴蝶采野花。平时这挺安全，没啥野兽，可今天偏偏有条瘸腿老狼在转悠。就在小女娃吓得呆住时，我飞快地窜过去把老狼紧紧缠住，然后身子用力一缩，直到把它脖子勒断。女娃坐在地上傻傻看着我和老狼搏斗，她没有像当年采药人那样吓得几乎昏死，反而跟我对视了半天，最后忍不住好奇地问：你是后山那个蛇仙吗？我有点无语，没想到当年的传言到现在还有人信。我点了2下头表示没错。女娃见我回应，惊讶的小嘴都张圆了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？我又点了2下头，这下女娃完全呆住了，想了想，她又问了个问题：你会吃我吗？爹爹说山里的野兽都吃人。我摇摇头，虽然挺想点头吓吓他，可在这大山里宅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有个能说话的人，吓跑了可不好找。小姑娘开心地跑过来摸了摸我的鳞片。就这样，原本打算回深山的我，又留在了村子附近。名叫朵的女娃常来找我聊天，累了就直接躺在我身上睡觉。一晃几个月过去了，这天朵跑来，垂头丧气地往我身上一坐：大蛇，我好饿，家里的粮食被镇上的族长收走了，说是交皇粮，可是朵儿真的好饿呀。我明白，这个时代的老百姓以宗族为主，族长和长老就是村子里的
土皇帝，分田卖地，甚至杀人放火都由他们说了算。皇权不下乡说的就是这个。要是本家的族长和长老使劲搜刮，穷户根本没法反抗。想了想，我扭头钻进林子，在朵眼巴巴的盼望中拖了只小野猪出来。哇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朵见我点头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谢谢大蛇！一路大喊大叫往家跑。可第二天这事就在村里传开了，有了吃的，朵爹也不小气，给同样缺粮的几户人家送了肉。这些村民住在10万大山边上，只有抱团才活得下去。一开始大伙都说朵运气好，可当野猪肉吃完，朵儿又在后山捡到2只山鸡时，朵爹娘开始觉得奇怪了，但没多说啥。直到家里又快没吃的时，朵儿竟然又捡回1头狼。这下村里人坐不住了，一头正当年的野狼，咋也让个小姑娘碰上了。山坡上几十个村民围着狼尸议论纷纷，朵儿站在中间低着头不说话。虽说这些吃的让村里人熬过了难关，可这是太邪乎，搞不好他们真会把朵当妖孽烧死。朵儿，这狼到底咋回事？朵低着头搓手指不吭声。难道是路过咱们村的侠客？朵爹说的侠客是那些走江湖的练武之人，可朵还是摇头。这下朵爹不得不吓唬他了。朵儿，你必须说实话，不然就别认我这个爹！朵大哭起来，最后还是全招了。远处林子里，我心里叹了口气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露面，看看村民啥反应。这下可把人群吓坏了，不知谁大喊了一声：“快看，白蛇！”所有人顺着那人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朵哇哇哭着往前跑，一把抱住了我，眼泪像不要钱似的往下掉。我低下舌头，在他后背上轻轻蹭了2下，算是安慰。露面宣告存在之后，我又转身游回林子，绕了个大圈到另一边看着事情发展。见村民没把朵怎么样，我才放下心。后来村里又兴起了蛇仙的传说，甚至有村民带着黄纸蜡烛，在我出现过的地方烧纸祭拜，除了谢我送吃的，还许愿求明年风调雨顺啥的。这些都算了，最离谱的是，竟然还有人许愿找个好婆家好男人啊！这也是我能管的吗？接下来每隔几天，我就会给村里送点野物。但好景不长，山村里的骑士很快引来了外人注意。这天，朵小跑着来到后山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大蛇，快跑！这里有人说要抓你卖钱，来了好多猎人，还有骑大马的。爹爹让我叫你赶紧走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转身游向大山深处。朵松了口气，对着我的背影挥挥手。而另一边，村里来了很多人，大部分是猎人，还有带刀的家丁。听说是镇上的族长。听到我的消息，立刻找来猎人，准备亲自进山捕蛇。老老少少的村民跪了一地，想求族长放过蛇仙，结果换来的是一顿鞭子。最后，族长花钱哄了几个村民带路，捕蛇队就浩浩荡荡进了山。白蛇本来就少见，尤其是我这么大还有灵性的更是稀罕，抓回去不管是送礼还是卖钱都稳赚。只是这些人都忘了，10万大山的凶名可不是白叫的。山谷里一群人慢慢往前走，我在远处看见他们后转身游开，还故意留下浓浓的气味。眼看猎狗越来越兴奋，族长脸上露出喜色。大家再加把劲儿，我们继续往前找找。顺利完成后，一定好好答谢各位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本已累了的队伍又加速追起来，进了林子，四周安静的有点吓人，听不见鸟叫兽吼，连老鼠也见不着。这过分的安静让队伍里的猎狗躁动不安，但前面的猎人很快有了发现。族长催马过去，只见大伙围着几个奇怪的、比人还高的大土柱子。想起一路上看到不少这东西，族长本能的觉得不对劲。正当他准备命令队伍快点走时，远处山坡上，我的尾巴已经卷起一块大石头，狠狠甩了出去，重重砸在土柱子上。哐的一声，土柱子被砸碎了一小块，可啥事也没发生。人群愣了愣，怀疑有人偷袭，围成一团，紧张了半天。这些人永远想不到，如果石头落地时他们转身就跑，也许还能活命。但现在一切都晚了。下一刻，土柱子像泉眼一样涌出一股黑流，拇指大的蚂蚁冲了出来，瞬间变成黑色海洋，淹没了那些贪婪的人。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后来侥幸逃出去的人都疯了。10万大山又一次用血腥证明了自己不是好惹的。眼看几十个人进山，活着出来的不到10个，这下连采药人都不敢再进山了。同时，村民们也知道了我的脑子不笨，借刀杀人玩得挺溜，也因此他们对我更害怕了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和朵交流太多，不然很容易影响他的人生，所以决定回山里。直到9年后，我又一次来到村外，也许真是和朵有缘。刚到后山，就看见一个俏丽的身影站在那发呆。女娃长大了，但气味没变。如果不看她手上的老茧，朵其实挺清秀的，长长头发垂到腰，在乡下算得上顶漂亮的姑娘。朵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一看，看见了久违的白色身影。她像小时候那样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又哭又笑，埋怨我一走就是这么多年。夜幕降临，星星闪烁，朵背靠着我坐在草地上，大眼睛和我的蛇童一起看星星。其实我看不见星星，那高度近视眼在修炼后也没啥变化，但这不妨碍我做样子。我要出嫁了，村里王大哥人很好，我喜欢他，可我不想嫁给他。上个月郭员外来咱们村，看见我说要纳我当小妾。我知道当小妾没地位，郭员外跟我爹一样大，40了。可是村里穷，王大哥家也穷，年年挖草根刮树皮吃。郭员外不一样，他家天天能吃肉，不用担心饿肚子。我真不想再挨饿了，我真不想再挨饿了。我知道。朵情绪有些激动，我知道她只是想努力证明自己没错。后天我就要出嫁了，白蛇，你能送我出嫁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星夜灿烂，山坡上呜咽的哭声传出去很远很远。真好。
出嫁当天没有吹吹打打，也没办酒席，一顶小轿子来接走了朵。他带走的只是一个小包袱。朵爹娘老泪纵横，不肯松手。不远处的山坡上，有个小伙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，是朵嘴里的王大哥。他可能在骂自己没用，不能让朵吃饱饭，也可能在恨郭员外祸害了好朋友。可他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轿子抬走心爱的女孩。轿子里，朵一只手掀开帘子，目光看见了稻田里我那长长的白色身影，满是泪痕的俏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也许她辜负了深爱她的王大哥，也许嫁给老员外当小妾是错的，但那又怎样？命运折磨了她10几年，她不想为了省下粮食给孩子，把自己饿死。她只是不想挨饿，只是想活下去，只能怪这世道，怪这命。我一路跟着小轿子来到镇外的一处庄园，爬上一棵大树，远远看着轿子从庄园后门进去。小妾地位低，没资格走大门，也没资格拜天地办喜酒。虽说是内妾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找个乐子。我在树上看了很久，直到太阳下山，庄园挂起灯笼，才转身离开，回到属于自己的10万大山，心里默默为那个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孩祝福。只是从小在山里长大的朵，能防得住大宅院里的勾心斗角吗？因为朵这件事，我开始更拼命的修炼，希望以后不再被别人的手摆布命运。可没想到1年后，山谷里就跌跌撞撞跑来一个人，他哪怕衣服破了，浑身是伤，也像疯了似的猛跑。我心里没来由的一紧，因为在我的感应里，那个人是朵的王大哥。蛇仙，蛇仙，求求你，救救朵儿！师傅，快杀了他吧2个小孩约莫10岁，一男一女，背着宝剑。女子笑了笑，为何要杀他？这白虫光天化日之下为祸人间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那他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什么人？当然是村民。要不是我们来得早，那位阿婆就惨遭毒手了。不信你问师妹。小男孩看向另一边的小女孩，小女孩想了想，点点头。木二零二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眼前所见不一定是事实。为师是该常带你俩下山看看才是。人不全是好人，妖也不一定都是恶的。贼人肆虐是恶，白蛇杀恶人却没伤害无辜村民。你们说是这条蛇可恨，还是那些恶贯满盈的贼人可恨？俩小家伙低下头不说话，可心里还是不能接受。妖也有良善这说法。切记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别让表面现象蒙住眼睛。是师傅。女子好像知道2个徒弟在想什么。那白蛇回窝了，咱们下去看看。气喘吁吁跑回山谷的我松了口气，不停逃跑，体力消耗太大，说不出的累。熟练地盘上那棵老银杏树，经常缠绕攀爬，老树的枝干都被磨光滑了。山外套路太深，我坚决不能再出去了。半空中3人好笑地看着那有趣的白蛇。女子环顾四周，这虽不是什么洞天福地，但也是个好地方，灵气还行，属于修士看不上，精怪懒得理的那种。山谷里的深潭和周围山势像一幅粗糙的巨灵阵图，那棵老银杏就是阵眼。哼，这白蛇倒有点机缘。3人出现在树下的巨石上，小女孩好奇地弯腰，伸手摸了摸被白蛇磨得光滑的石头。我傻了，这3位是神仙还是修炼人士？突然被人追到老窝，一时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继续装普通野兽玩灯下黑。身体本能地做出动作，露出上颌2颗尖利的毒牙，发出警告。刚刚凝气的小蛇，灵智却很高，有趣。听到这话，我刚弓起身子，摆出的攻击姿态立刻放弃了，顺着树干滑到地面，盘成一盘，脑袋和身子紧贴地面求饶，不然还能咋办？没看见人家的宝剑都在半空飘着吗？那可是剑仙啊！低着头一动不敢动，只希望大人物不把我这条蛇当回事。紧接着通过敏锐的嗅觉，发现有人走到了我身前，腹部骨头没感受到震动，不用说，肯定是那人功力高到踏雪无痕的地步。要知道眼前可有3个人，而我只能感觉到2个孩子。至于那个女子，只能靠闻味来确定方向。女子在观察我。白蛇很普通，又有点不同，只是比普通野兽厉害点儿。山精野怪一般灵智都不高。偏偏这条白蛇灵智奇高，刚才看见我们师徒3人时的惊讶错愕，以及逃跑和装傻，然后在我一句话之后立刻下到地面认命，很有趣。很快，女子脑海里冒出个有趣的想法：小蛇，随我上山做个守门妖兽，可好？其实女子本来没这打算，纯粹是好奇来看看，打发修炼之余的无聊时间。也不是因为野兽灵智高，虽然白蛇聪明，但这世上灵智高的妖怪多了去了。让她改变主意的是白蛇那一身细腻光滑的漂亮蛇灵。女人嘛，还是喜欢漂亮东西，好比看见个漂亮手串，当然想买下来。我抬头看了看那女人喜爱的表情，只好点点头同意。如果不同意，虽然能确定那女人不是坏人，心地善良，但是万一她狠心想做个蛇皮钱包咋办？不得不说，古时候人心还是不错的。喜欢的话，整条蛇带回家看门，而不像现代蓝星那样直接把蛇皮做成钱包挎包，成天炫耀。俩小孩无所谓，反倒觉得多一条蛇也挺有趣。被一条低级妖蛇没必要说太多。女子长袖一卷，把我吸进了袖子，我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蛇被人当成物品了。妖兽啊！再醒来时，发现已经站在某座巍峨高山的半山腰，第一眼便看见一块足有7层楼高的巨石，上面写着3个笔走龙蛇的大字：神华山。华山突兀耸苍穹，坐断昆仑千万峰，千峰逶迤，天地空阔。记得前世去过蓝星的华山旅游，但这座山比华山还要更高更大，更险更峻。我知道自己遇到高人了，本来对被抓来给人看门还挺抵触，现在看来运气还不错，有了靠山好生活，哪怕高人随手扔掉不用的东西，都能让我这条蛇受益匪浅。女子领着2个小徒弟，有说有笑
要往山上走，我紧随其后。一路行来，哪怕我这个高度近视眼，都知道风景有多美。沿着石阶穿行在山崖边，大小瀑布随处可见，潭水清的能看见游鱼，陡峭的悬崖，直插云霄的连绵山峰，万丈山涧，奇石嶙峋。抬起舌头望向天空，巨大的阵图缓缓转动，怪不得他们不飞上山，而是走回去。天空应该是飞行禁区。石阶山路上，不时能遇见身穿白底蓝纹道袍，或老或少的修士，下山见到女子都行礼让路。这些修士看着很有钱，衣服不是银线就是金丝，还有超脱凡品的宝剑。一路走来，听到的信息很多。这里是纯阳宫，女子名叫于荣，是宫中掌门的师妹。那小男孩叫杨木，小一点的女孩叫徐玲，是于荣的亲传弟子。听说纯阳宫里于荣只有这2名弟子，无数人挤破头想入门都不行，看来自己攀了个大户。不久来到巨大的古朴牌坊山门前，10几个守门的人让我深感紧张。石质牌坊上写着纯阳宫3个灵气十足的大字，不知为啥，走进山门后发现这里的空气格外清新。跟在3人身后游走，路过许多弟子练功的广场，路过一座座精美的大殿，走过一道道石桥长廊，许久走到一座偏僻又安静的精美宫殿前。宫殿立在悬崖边，沧海云浮，武松苍劲。望着空荡荡只有3个人的大殿，我终于明白带自己回来干嘛了。感情真的是找我看大门。这座大殿日后就是你的栖身之所，附近山巅的神庙也要注意巡视。我已经通知了膳房和内务部，你可以去膳房进食。另外谨记，不得随意乱闯，不然没人救得了你性命。闻言我连连点头，不点头也不行啊。见白蛇这么有灵性，于荣很满意，然后也不管白蛇在不在一边，直接开始教导2名弟子修行。2个弟子杨木对我不太友好，动不动就怒目而视。小丫头徐玲则特别顽皮，时不时伸手摸摸我的蛇鳞。忽然间不用担忧捕猎，不用警惕捕食者，有点不适应。这里很安静，也很安全。道生一，一生二。熟悉的句子，我只记得前世好像听过，虽然看着简单实际，上特别深奥。大殿外仙鹤展翅，云雾翻腾，大殿内一条白蛇光明正大的偷师。从此我开始了修炼生活，没事在宫殿周围转转，吓走老鼠，驱赶蚊虫，然后跑到殿前空地看于荣俩弟子练功。早上去悬崖边吐纳云雾，没事就望着于荣茶桌上放着的玉瓶，里面有美味丹药，不过不是一条蛇有资格吃的。一连过了3天，我终于想起自己该吃点东西了。离开于荣所属的宫殿，我脖子上挂着个玉佩，往膳房位置游去。玉佩是于荣给的，怕宫内有弟子不知详情，一剑把白蛇杀了。对此我很满意，能活着总好过被干掉。一路游过山山水水，小石桥，蛇杏子青土，不久便循着味道来到膳房。膳房很大，要供山上所有人吃饭。修炼者用不着天天吃饭没错，可总得照顾普通低级弟子和山上杂役的伙食。这里很热闹，有点像大食堂。看食堂大小，我猜山上至少有近万人。在许多目光注视下，我蜿蜒游进餐厅，远远看见一个胖大叔在招手。那条蛇来这边。我服从安排，晃晃悠悠游到后厨，又是一阵围观。经历这么一次，应该都知道山上多了条白蛇。胖大叔在后厨准备了个大木盆，盆里装满不太好处理的瘦肉骨头，还有太肥的肉，很不错。肥肉对蛇来说无所谓，而且营养丰富。低头轻易吞掉了盆里所有食物，然后对着胖大叔点点头，转身往回走，留下在后边啧啧称奇的胖大叔。估计是他这辈子除了喂人以外，第一次喂蛇。路过一条小溪时，把蛇头伸进水里洗了洗，望了望旁边受惊吓飞上树的仙鹤，我觉得还是暂时不偷吃仙鹤比较好。天知道是不是谁养的，大不了以后半夜偷摸着吃。爬回于荣所属的宫殿，我盘绕在悬崖边的巨石上睡觉。看守大殿，这地方根本没人敢来偷好吗？才不信大殿周围没阵法。于荣门下杨木死板，徐玲活泼，小丫头总是闲不住。自从来了条白蛇后，更是眼珠子放光，没事就找白蛇玩。这不刚睡着的我听见有人走过来，睁开蛇瞳，近视眼好不容易看清是于荣走过来了，不过好像不对。白蛇，你怎么可以偷懒？赶紧去干活！眼前的于荣训斥白蛇，我吞吐几下蛇信子，然后懒洋洋的低头继续睡觉。幻术撤去，现出徐玲。哎呀呀，又被你识破了，哼！不好玩，这不过是徐玲化作师傅的模样，跑来逗我而已。我从一开始吓了一跳，很快发现了破绽，幻术不过是迷惑视线。徐玲和于荣味道不一样，蛇信子轻易能分辨出来。另外从红外线来看，徐玲的小个子特征太明显了。在华山数不清的宫殿楼阁闲逛了几天，终于弄清了大致情况。纯阳宫据说是某位仙界大能所创，乃大唐帝国的镇国神宗，底蕴深厚，高人无数，成仙的很多，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宗门。大概分为5脉，分别是掌门李相言的玉虚一脉，以及掌门同辈的4位师兄妹顾苍羽虚、江离灵虚、齐云子虚，最后是于荣那一脉的清虚。平时各守一方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清虚宫。天下几乎每个人小时候的愿望都是入纯阳，修仙问道长生不老，奈何资质所限，能入山的万中无一，能进山门的无一不是世间翘楚，属于天灵盖帽灵气，棺材板压不住的类型。纯阳宫是名门正派之首，最受世人敬重，浩然正气，德善刚正，不管邪修还是妖魔，只要为祸人间，下山游历的纯阳弟子必当直剑除恶。最重要的是，纯阳宫的人一心修行，对凡俗事没啥兴趣，这也是人间帝王为何会将纯阳封为镇国神宗的原因，一心想着脱俗成仙，而且还热衷除恶。这么好的教派，简直是掌权者的福音。我觉得自己抱上大腿了，这可是镇国神宗，谁敢打上山闹事，简直是混吃。我瞬间化作一道白光冲向山外，我的身影一出现，众人呼啦啦跪了一地，而躺在垫子上的朵看着我，脸上露出苍白的笑，笑得那么轻松，又那么让人心酸。此时他身上伤痕累累。蛇仙，救救我家朵儿吧！老人满怀希望的跪求，可惜我不会救人。众人哭得更伤心了，在他们看来，连我都说救不活，那就真的没办法。朵儿摆摆手，示意不用麻烦大蛇。我想躺躺你身上，看天上的云。
我点点头，蛇尾轻轻卷起朵虚弱的身子，放在自己身上，盘成一圈，护住他一起抬头看向天空。谢谢。生命脆弱又坚强，短暂又好像永恒。还是那个安静的山坡，一座新坟立了起来。我盘在旁边，就那么看着朵离开山村，最后又回到了这里。这是他的归宿。浑身是伤的王姓小伙坐在坟前，嘴里喃喃：努力修炼的最佳福地，还得好好拍马屁，省得被一脚踢下山。于是杨木和徐灵发现，那条慵懒的白蛇最近勤快了许多。宫殿四周山林里，别说老鼠，连只臭虫也没有。我只要从某处游过，留下的蛇类气息，就把那些鼠类吓得全家逃窜。只看守大殿的我，居然费心费力整顿周边环境。专属清虚鱼龙一脉的宫殿里，加上鱼龙才3个人，还有一条蛇，说是抓回来看门，实际上只是一条用来养眼的宠物。不用天天守门，闲来无事的我开始琢磨怎么加快修炼速度。仙山福地机遇多，比如从灵虚宫顺风飘过来的浓浓灵丹妙药味。灵虚一脉专注制药炼丹化符，医术高绝，是纯阳专司医药炼丹的山峰。别以为灵虚一脉的弟子只会炼丹，不会打斗，那就错了。炼丹需要扎实基础，加上平日炼丹制药医术救人，朋友多的是，什么剑法宝贝都能弄得到。财大气粗，白蛇就是盯着灵虚弟子财大气粗来的。这些家伙富裕得很，只要来这捡点垃圾绝对有好处。就像玩游戏，大号高手不在乎垃圾，可那些垃圾对小号来说就是宝贝。灵虚宫大殿前，莲花石座上摆放了一尊葫芦形的巨大炼丹炉，丹炉刻满阵法，八角挂着铜铃，也不知道丹炉上挂铜铃是啥意思。我望着丹炉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，自来熟的穿过大殿去往后院。2个看守大殿的弟子仿佛视而不见。于师叔带回一条白蛇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华山。当时还以为是什么罕见异兽，结果却是条普通白蛇，众人便没了兴趣。至于阻拦就没啥必要了，一条宠物蛇而已，顶多在灵虚宫里捡点药渣吃。没错，白蛇就是来捡药渣和炼丹失败的废丹吃的。说到这里，就要感谢蛇类那强大的吞噬能力以及可怕的消化能力。了解蛇类的人都知道，蛇可以吞下比嘴巴大很多的猎物，而且白蛇本身属于那种皮毛、骨头、鳞甲都能消化的种类，消化过程可以长达几天甚至10几天，可见消化分解能力之强。游到炼丹室外，看也不看那些因好奇过来围观的灵虚弟子，来到专属座位，盘起身子静静等待。无论炼丹还是制药都很容易失败，产生的废渣是不能服用的，尤其废丹有毒，容易引起中毒反应。处理方式一般是收集起来，登记后再扔掉。如今有了新用途，喂蛇。负责管理废渣的年长弟子看了看新送来的废丹，用毛笔登记后放到旁边。我张开蛇嘴，对准瓷盘里10几颗废丹用力一吸，废丹被吸进蛇嘴，然后盘起身子继续悠闲等待。蛇的摄取能力被我发扬光大，那修士满意的笑了笑。这白蛇倒有点用处，省得我自己去处理废丹了。这玩意儿没啥功能，真不懂吃了有啥用。废丹药渣对人类来说没用，且含有毒素，对我来说却是大补品。有毒是相对于人类来说的。再说凭借嗅觉也能辨别出哪个能吃，哪个有毒。来灵虚宫混废丹药渣已经快1个月了，我修为蹭蹭上涨。店内走来2个女修，拿出2颗品相不太好的丹药斗蛇。大白，这个给你。我心里暗暗撇嘴，但还是乖乖上前张嘴吃下。丹药品相不好代表药效不足，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上等大补品了。毕竟有丹药的话，谁还吃废渣？哇，蛇鳞真漂亮。2个女修在那品头论足，双眼盯着蛇鳞冒光。我视若无睹，丝毫不因为2美女送丹药就给面子，反正人家也不会和一条野兽过不去。又等来2波废丹和1箱子药渣，全部吃完后扭动身子离开。最近一段时间修为上涨飞快，废丹、药渣和那些女修的半成品丹药效果很好，吸收之后整个蛇神清气爽。如果现在遇到灰狼精的话，根本不用蛇毒，不用下水，哈哈，我敢保证当场勒死他。扭回清虚宫，看也不看还在辛苦练功的俩小孩，直接盘在悬崖边的古松上一动不动，消化肚子里的补药。丝丝药力顺着血管渗入白蛇全身。第2天我醒来后，感觉全身有种紧缚感，要蜕皮了。正在练剑的徐灵眼角一扫，看见缠在古松上的大蛇有些怪异，所以停下练剑上前查看。这一看把徐灵吓了一跳。师傅，出事了！丫头大喊大叫，跑到后院。杨木不明所以，看了看白蛇，也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。于荣正在蒲团上打坐修行，听到喊声不得不睁开眼。师傅出事了，大白要死了！徐灵眼前一花，被师傅瞬间带到崖边古松前。师傅你看，大白浑身暗淡无光，连眼睛都白了。徐灵手指白蛇，语带哭腔。于荣抬手示意徐灵淡定，然后认真扫视观察，凭借多年知识对目前情况做出判断。扫视一圈，发现白蛇生命力还在。奇怪的是，与刚带回山时相比，生命力更加旺盛。难道自己静心修炼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？于荣淡淡说道。莫担心，大白一切安好，也许他正在发生改变。徐灵闻言松了口气，杨木依旧少言寡语，表情冷漠。这白蛇这些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于荣想来想去，觉得不可能是这条蛇自己修炼速度快，更像是吃了什么好东西，导致生命力旺盛，修为提升。徐灵和杨木尴尬的互相看了看。什么？难不成你俩把宫里的月历丹药喂了蛇？于荣表情不善。绝没有，大白最近只是去灵虚宫吃了好多废丹和药渣。管理废丹药渣的杜师兄最近轻松多了，吃了快1盆了吧？闻言，于荣嘴角抽了抽，见多识广的他很快想明白了其中内情。人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蛇，废丹和药渣对蛇来说简直就是补品。要知道，那些炼药炼丹的药材可都是大补之物，全是修士用来提升修为、治疗伤势的东西。吃下去1盆，这是要进化。师徒3人紧盯古松上的白蛇，没多久，白蛇开始在坚实的古松上游动，不时用脑袋在棱角处摩擦。很快，蛇头部位的蛇鳞翻开，露出里面新的蛇皮。这是蜕皮。我还在树上缓缓磨蹭，利用树枝挂住旧皮，努力挣脱出来。先是蛇头，接着是身子，很坚定，很缓慢。平日里无所事事的
师徒3人就站在悬崖边仔细观察。每次蜕皮对蛇来说都是危险的，一旦无法成功，必死无疑。足足用了1个多小时。当蛇尾从旧皮中退出来后，徐林高兴地鼓起掌，于容露出微笑，若有所思。不知为何，刚刚观察了蛇蜕皮全过程后，心境隐隐有所提升。褪去旧皮，重获新生，万物自有缘法。蜕皮之后的我攀附在古松上，陷入沉睡。再次醒来，已经长到9米长。在这座修仙界著名宗门内，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清晨在崖边吐纳云雾，饿了去膳房吃肉，去灵虚宫蹲点蹭吃蹭喝，提升修为，然后回到清虚宫看大门睡大觉，日子说不出的悠闲。徐灵发现我最近经常去太极广场。太极广场是纯阳宫弟子习武演练之处。从高空看下去，广场是一副巨大八卦阵图，中间是巨大的阴阳鱼。广场很大，至少有10个足球场大小。我推测极有可能是某位大能动用法力，直接铲平山峰而成。千余弟子在广场练剑，剑气鼓荡，如山如海如风。有的弟子在演练剑阵，更多的是在修习剑法。在这里练剑，能够感受剑气剑势，还可以观摩年长师兄的剑法。手痒了就去找师兄弟切磋一番。最关键的，各脉大弟子还会来太极广场传授武功，讲解修炼难题。今天传到的是掌门玉虚一脉李向岩的大弟子，蝉联纯阳宫6年第1英俊美男子。纯阳宫大部分女修梦中道侣，暗恋着无数的楚哲。楚哲身穿道袍，头戴玉冠，手持宝剑，认真教授年轻弟子修行。牢记剑法动，形如蛟龙出水，静若灵猫捕鼠。运动之中，手分阴阳，深藏八卦。讲解剑法时，偶尔还会扭头看向旁边的白蛇。从未听说过妖兽还能偷艺，所以没人去管白蛇在此作甚。白蛇确实是在偷师。太极广场是低阶弟子习武之处，高阶弟子练功的地方。白蛇去了也看不懂听不懂，习武打好基础最重要。于是就赖在太极广场学功法，待了许久，又游向坐望峰。初入山门的新弟子，除了要去太极广场修习剑法之外，还要来坐望峰冥想修炼，练习如何运转功法，进入真正的修炼界。坐望峰很大，山上遍布大大小小的空地平台，瀑布流水穿过其间，更添几分仙家气势。之所以叫做坐望峰，是有缘由的。想要修炼，首先要会进入静坐的状态以及望的状态，用全身心去求证到的实有的生命状态。坐望者因存想而得，心存想而望也。做到精神方面的返璞归真，让自己心性得到完全解放，使心境得到清净恬淡寂寞无为，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，升华到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坐望峰今天讲到的是一位长老，长老不一定是老头，只要修为达到一定高度，即可升职为长老。最年轻的弟子不过5、6岁年纪，总是忍不住好奇，扭头看向桃树，一条巨大白蛇缠绕于桃树上，舌头低垂，仿佛在听到哈哈哈。这个天才弟子修炼场所再次成了我偷师的目标。知其白首其黑，为天下事，为天下事，常德不推，复归于无极。我嘴里习惯性吐着蛇信子，努力记住这些曾经耳熟却从未认真学习的经文。那些年轻弟子不知道一条蛇想要修炼需要多大的机缘，光是开启灵智这道枷锁，就封死了绝大多数飞禽走兽的修炼之路。无师无法无门，修炼难之又难。如今有了机会，当然要拼尽全力，努力记住一切。修仙之路无比坎坷，能做的只有用尽全力向上攀登。朵儿在大院里过得不好，那老东西不把她当人，大老婆天天欺负她，常常无故打骂。她很想回家，可郭员外不放人。前几天郭员外要把朵儿送给赵家的赵老爷，朵儿死活不肯，被那大老婆命令家丁用乱棍毒打。我和朵儿带爹去的时候，朵儿已经不行了，全凭一口气撑着回来。我做不出表情，愤怒只有自己知道。晚上王大哥拿起了柴刀，一人一蛇朝镇子走去。白蛇不怕杀人，更不怕扯上什么因果。那些人害死了朵，我有权利去给他报仇。蛇生不能窝窝囊囊。当晚郭家地主大院里，除了干苦力的和下等仆人丫鬟，没一个活口，伤口全都是蛇咬的。我这点毒液就够杀死一个大活人，所以不希望这事给姓王的小伙带来麻烦。以后我也会找个姑娘结婚生子，你放心。第二天，当地的县令调查了郭家的事之后，去了朵坟前，亲眼看见了守在坟边的我。了解全部经过后，县令感慨：山中禽兽亦有情了。杀人这事就这么稀里糊涂结了案。有人想叫官府做点什么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。我可以告诉你白蛇在哪儿，只要你敢去。县衙的意思很简单，众人想起之前某家族长的事，全都安静了。而我对这些都没兴趣，只知道人死如灯灭，朵不在了，我也没了出山看看的念头，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地盘里修炼。10几年的光阴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这天我慢慢从旧皮里退出来，身子已经长到8米，成了真正的巨兽，但我却在自个的地盘里迎来了又一次生死大战。那是一条开了灵智的灰狼，初步懂得了修炼，他就想靠吞吃强大的猎物来提升自己，所以在知道我的存在后，就开始频频挑衅。我本想躲着不见，让灰狼转移目标，谁知被他当成了软柿子。最后我决定弄死这讨厌的灰狼。一番准备后，灰狼果然流着口水又上门挑衅了。在他眼里，白蛇就是上好的肉食，吃了能让自己变强，所以根本没在意决战的地点。两兽面对面没有试探，一动手就是你死我活。我故意露出破绽，用身子当诱饵引灰狼上前，在狼嘴咬中我的同时，往他背后注入了毒液，像针一样锋利的狼嚎，扎得我嘴巴鲜血直流。灰狼被血刺激得更拼命，我也被激起了野性。最后我把灰狼拖进了深潭，落水那一刻，灰狼知道自己完了。在水里他根本没还手之力，打斗时间看着短，实际上过了半个多钟头，我的伤口也因为失血过多浑身没劲，急需吞吃血肉。随着大量精纯的狼血下肚，我只觉得肚子里发烫，加上伤得重，就昏了过去。巨大的蛇身顺着溪水往下游飘去。与此同时，走出一位面相慈祥的白发阿婆，她拎着装满衣服的木盆去溪边。忽然小黄狗朝着溪边大叫，阿婆起初没在意，直到她来到河边，看见浅水里那个巨大的身影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！
怎么突然坠龙了呢？可没想到他说完这句话后，仍在昏迷的我，那原本虚弱的灵魂深处，好像被注入了能量，慢慢恢复过来。我不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风阵，是妖精们梦寐以求的造化。阿婆跪拜完，挽起裤腿，努力把我从水里拉出来。山里溪水冰凉，让我体温下降没活力。阿婆把我拉出来晒太阳，无意中加快了我恢复的速度。见龙一直不醒，善良的阿婆还从家里翻出香炉，在我跟前点起香，甚至还找来一沓稻草垫在我脑袋下面。几天后，我又睁开了眼，抬头的一刹那，就看见了面前的香炉和跪地磕头的阿婆，还有一只汪汪叫的小奶狗。第一眼看见阿婆，我冥冥中就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自己应该报答她。于是我点了3下头表示感谢。阿婆看见龙点头，高兴坏了，立刻又是一阵许愿：龙王爷保佑，今年粮食丰收。还有我那早走了的老头子，下辈子投个好胎。妖和人到底不是一路，我不能长时间待在这，只好游进山林，但没走远。恍惚间，我觉得那老人对自己有恩，需要报答。一个老阿婆独自生活，肯定有很多不便，我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帮帮她。想起蓝星古代神话《白蛇传》挺吓人，能呼风唤雨的大妖为了报恩，竟然以身相许，简直太可怕了。当年人家救你一命，如今再救他一命不就行了？干嘛弄得死去活来的？于是我就在阿婆家不远处的树林里暂住下来。半年后，远离城镇的这处世外桃源迎来了劫难。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汹涌的战火烧到了10万大山边缘，官府开始抓壮丁，地主趁机吞并土地，提高税赋，还有那些所谓的英雄趁机揭竿而起。贫穷的山村已经没了壮劳力，几次抓壮丁抓走了所有15岁以上的青壮年，剩下一群老弱和女人。没了青壮的山村自然成了流寇的目标。某天我一如既往的高度近视，直到爬上村后山坡，才用热感应看见村里燃起大火，多了许多人在那闲逛乱晃。土匪这古老的行业在古代特别繁荣，可以说人人都能入，尤其是乱世，他们更如鱼得水，逍遥自在。我扭动身子分开草丛，往阿婆家去。贼人们在村里肆虐，几个土贼耀武扬威，来到阿婆家门前，赶紧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！看见了人立而起的巨大白蛇，还没来得及尖叫逃跑，就被我叼在嘴里狠狠甩飞。妖怪啊！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这场面真让人看不下去。我不明白为啥世间这么民不聊生。稍微想了想，我摇了摇头，那么多悍匪，个个拿着刀枪弓箭，真冲过去，弄不好我自己都会被人杀了当口粮。保护好恩人就行了，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再说我好歹是条蛇，不吃人就不错了，哪还有当救世主的道理？于是我盘在阿婆家门口，远远望着村里黑烟滚滚。然后地面上代表土匪生命的体温特征就一片一片的凉了下去。体温降低可不是发低烧，那是人死了，身子慢慢变冷了。能在天上飞的都是神仙，神仙一向喜欢降妖除魔，我不得不拼命逃跑。山林里一道白光掠过，虽然钻进了大山，但我灵魂里的不安没消失。为了活命，只能一刻不敢停，拼命跑路。山外，一双美丽的眼睛看向白蛇消失的方向，地面上那道白影不断翻过山岗，跨过溪流，沿着那条把自己带出大山的水流，一直往上游逃去。动物遇到危险，第一个想法就是钻回自己的洞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实在不行就躲到深潭水底，猫上10天半个月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天上有人在飞，而且还饶有兴趣的盯着我表演逃窜。天空中一把飞剑上站着3个人，我要是看见准会惊掉下巴。曾无数次梦想踩着宝剑飞来飞去，如今实现了，不过是别人在飞。俩小孩紧紧抓着一个女子，那女子大概30岁年纪，秀雅绝俗，聪慧美丽，像9天之上的仙女。哼，我看你这白虫还往哪儿跑？